看到儿子成年，我却越走越远。好久不录视频了哈，然后这段时间呢，确实有些事情要忙，然后也有一些原因，再加上我心态上的一些变化和起伏，就迟迟的没有录。那这个事儿呢，我还是放在视频的最后再细说。那上一个视频呢，其实我主要分享了一些我小的时候和我妈的一些经历和故事。那这一期视频呢，我就想聊一聊我18岁以后我们发生了哪些事儿，或者有哪些变化。那说到离开家呢，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小伙伴应该都是18岁吧。那也就是说，从高中升到大学的那个时间节点。那对于我来讲呢，也不例外。但是呢，其实我还不算真正的完全离开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呢，我们是先报这个高考志愿，然后再去高考。那当时报的时候呢，我就明确了，就是说我肯定不报外地，就一定就是在北京本土上大学。所以其实我上大学的那会儿呢，就是周一到周五肯定是在学校待着。然后周末呢会回家，但是其实吧也不尽然，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呢年轻的时候呢事业心比较重，就是说当你在没有这个筹码和资本的时候呢，你其实是比较的拼命的，你是比较需要得到别人的认可的。所以当时我记得这个。周末的时候，或者是暑假的一部分时间呢，其实我都是泡在学校的，无论是这个学习呀、搞科研呀，还是说参加比赛啊什么的。其实也不是说这个一不上学了就回家，也不是这种情况。那我妈呢，就是在我上大学那一年呢，正好退休。那对于她来讲呢，时间就很多了，就一下变得很自由了。所以我记得，虽然当时我就不经常回家了嘛，然后大部分时间在学校，但是她自己的这个退休生活还是挺好的，就是她会去这个各处转呀。然后呢，去公园啊，去散步啊，去锻炼身体啊什么的，其实还是挺好的那段时间。然后呢，我记得我这个本科毕业之后呢，我还问过我妈，我说那个我这个上大学的时候，大部分时间也不是老在家待着哈，那你这个觉得时间过得快吗，还是慢呀？然后她跟我回答是说，她觉得时间过挺快的，就是一眨眼儿，就是4年就过去了，然后我就大学毕业了这样子。那在大学本科毕业之前呢，其实就面临一个选择的问题，无论是说这个国内考研，还是说出国留学，还是直接工作，对吧？那在这件事情上面呢，我妈真的没有给我任何的干预或者强求，就是她不会说以她的想法给我规划一个什么路，让我一定要沿着她的想法去走，完全没有。她的想法就是说，以我的想法为主，我想怎么选都可以，为之奋斗，为之努力就可以了。其实更准确的来讲呢，这个我妈在我这个高考之后，上大学之后呢，就完全就是大撒把的这种状态了。第一呢，就是说大学的课程她想管，她也管不了，因为她没有能力管这个事儿哈。第二呢，她认为呢，这个在我小的时候呢，已经培养了这个学习习惯了。就是说，上大学之后，这个我都18岁成年之后呢，就本来就应该就是我自己就应该能处理所有的事情了，对吧？就不需要他再来给我操心我的学业了。另外一点呢，我觉得可能也跟我这个小的时候的成长经历有关系哈。上一期视频已经讲过了，就是说我从小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偏，有点早熟，然后呢有点这个独立或者是比较有主见的一个人。就是说我是一个比较有自我想法、自我意识的人。那说回到这个我本科毕业之前我的选择上呢，这个最终我选择了这个在国内读研究生。其实这个当时出国留学这个选项根本不在我的这个脑海里，就是我完全当时认为这个留学生这个身份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哈，完全就没往那儿想，没往出国那儿想。但是世事难料，没想到最终我还真成为一名留学生了哈，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人的认知这个变化是挺大的，都是动态的，你不知道这个几年之后，你的这个想法就完全转变了。然后这个职业工作呢，我也考虑过，但是就觉得还是想继续积累一下自己的这个专业知识，所以也没选择这个本科毕业就直接工作这个选项。那这个读国内的研究生呢，其实我并没有考研，我是保送的本校的直接
读了这个研究生。因为之前我不是说嘛，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啥都没有，也没有资本，也没有筹码的时候，我是在学校是比较努力的，所以最终我的这个专业成绩都是很好的，那就是属于这个专业里面这个可能100多号人吧，可能属于前几名的那个状况。所以就符合这个保送的资格，那我最终呢也确实选择了这个选项，我就选择了保送到本校继续读硕士。然后最后呢，我妈也觉得啊，那这样的话也挺好的，因为她已经说过了嘛，她就说我怎么选，她都是尊重我的选择，我自己去努力就好了，对吧？所以这个事情的转变呢，就很平顺的就过渡过去了，就是从本科到硕士。那事情的转折点呢，其实就发生在这个我读硕士的第一个学期。我记得大概也就是2个月左右的时间，其实是特别短、特别快的这个时间哈。我当时就觉得不对了，我觉得我好像选错了，我不太适合继续在这儿读书了。当然，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也有很多的这个原因哈。具体是什么我就不方便多说了。但是真的当时的那个状态呢，就是给我逼到了一个份儿上，就恨不得就是说我马上我就连这儿我都不想上了，我就一定要出国留学的那个状态哈。但其实当时我并没有说就是马上就退学或者我就不读了，没有，其实我是继续读的。因为这个研究生1年级的时候主要以上课为主，但是确实是对我个人来讲，当时那段时期是比较艰难的，甚至是有一点点黑暗的。就是说，你又得在国内这个硕士继续读的书哈，又得去准备这个托福啊、GRE 啊，还有这个文书的书写，是很费时间、很耗精力的。但是我反正最终我都是熬过去了吧。我之前也介绍过，这个我妈从小就培养我表达的能力，有什么事情都要跟她说哈。其实对于我妈来讲，她并不是特别错愕，因为我已经跟她说了我的这个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剧烈的这个180度的这个决定的翻转哈，这个她完全是理解的，而且她也是一贯的。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我妈比较惯着我，就是说，就完全还是以我的想法为主嘛，我想怎么来就怎么来。那最终呢，不只是我妈了，就是我这个家里人，包括认识我的人呢，也都特别替我感到开心哈。但其实今天我想说的是另外一件事情，这个是都我博士毕业之后，我都回国以后。跟我妈聊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妈才透露给我的一个消息哈。我当时听了以后，还是觉得挺惊讶的，而且有一点点的惭愧或者是自责吧。他就觉得说，也许这个我在国内这个读硕士就忍一忍，这个毕了业就在国内这个工作也挺好的，可能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他有这种想法，你知道吗？但是他也觉得说我出国能读一个博士毕业，那也是很好的，也是不错的一个结果了。但是他当时说这话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很对不起我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就像我之前说的，无论是我小的时候的这个成长的经历，还是说我这个人本身可能性格上就自带的一些特质，就是比较有自我意识、比较有主见的一个人。我说好听一点呢，可能是比较的自我。那我说这个难听一点呢，可能是确实是很自私的一个人。就是说，我尤其年轻的时候的很多决定都是完全以我自己为出发点去考虑的，没有想太多，没有顾忌太多。而且当时确实是我妈的身体还是很好的，就是不会想着说，想的更多的你知道是什么吗？是这个我要大展宏图的那种想法，并不会说我这个束手束脚，我这个考虑这个考虑那个，那我什么都干不了了。而且我现在回想我自己的人生哈，可能正是因为我小的时候的一些经历，其实包括我妈的一些经历，我上个视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会觉得说，我还是想不能说逃离这个家吧，但至少说想让自己的羽翼丰满一点，让自己更加的独立，而不是说去靠着任何人，或者说是依赖任何人。我个人来讲，对我来讲，这个人生是一个提高的过程。但我现在想想，是啊，就是因为你出国了，你就离你妈更远了。
你这个就是相当于有什么事情，当然我们可以这个视频通话，现在的这个技术都是很方便的。但我想说，那不好的一点就是说，那我妈就没有人照顾了。再加上其实另外一个点，我上一个视频也有讲哈，就是说我妈跟我姥姥的关系其实不是很好。我就想说，那如果我留在国内，是不是我还能当成一个润滑剂，能缓和他们的矛盾呢？那是不是有可能最终的结果，我妈也不会得癌症，也不会生病，然后大家就是这个其乐融融的，就这样也挺好的呢？我真是不知道。你知道人是挺贪心的，就是说如果你再给我一次选择的话，我出于好奇心，我可能也会选择，就是说我不出国留学，我就直接在国内把硕士读完，就直接找工作，就是跟我妈一块生活了，可能也许就是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我说是这么说，但是你要说真的把时间轴倒到那个几年之前，我也不会预想到现在的这个结果的话，我还是会选择以我自我为中心的考虑啊，我还是会选择出国的。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今天想讲的一个主题，我就觉得真的是有点惭愧，有点这个可能自私吧。就是以实际的这个物理距离来讲，那我就是越走越远啊，对吧？从这个上大学开始，一开始说，就在同一个城市上大学，那本科的时候就是可能周末才回家，到硕士决定那个要出国，然后呢一走就是那更10万8千里了，而且这个回国也不太容易，或者是很难这个经常回国的，对吧？所以这个也是让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对我妈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亏欠吧。是不是中国的父母都是全世界最好的父母啊？就是比如我说另外一个事儿吧，可能大家是不是会更有一个同理心？就是说，好像中国的父母就是都是言不由衷的，都会觉得说啊，明明可能爱吃那个菜，然后呢爱吃那个肉，然后他就说我不爱吃，我就爱吃那骨头。但其实我妈这点还真是这样的，我觉得她还是没这件事情，她可能没骗我，她还真是这样。她老跟我说她不爱吃那个什么大肥肉的那个部分，她就爱吃什么啃个骨头啊，挑个鱼刺啊什么的那种东西，她爱吃哈。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有父母是这样的，就是其实自己可能就是。是爱吃那个好肉的部分，不爱吃那个边角料的部分，但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吃得更好，或者什么都紧着孩子，然后来说这种善意的谎言，说自己其实不爱吃某道菜。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种心态，但是我一想这个，再结合我妈说的这个话，就是在我留学啊，还是说她认为其实我可能在国内读书工作也会挺好的，我一想我就会觉得挺难过的，就会觉得说自己真是挺自私的。我怎么讲？我妈已经没了。其实说你就是说我理性上都知道，你就应该朝前看了，你不要老想着过去，你再后悔吧，或者再怎么着吧，你没有了，已经这个历史的车轮已经一页一页往前滚了。但我时不时的，尤其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就会稍微有这种想法。有时候真的是觉得就是可能忠孝难两全的那种感觉，但是妈，其实我也多次跟你表达过，而且我觉得你应该是能理解我的，我不是一个妈宝类型的孩子，就是我其实有点不太想说了，因为真的有点想哭了，但是我真是不是一个妈宝类型的孩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样的孩子会生在这样的家庭哈，我就想说，那如果我换一个角度说吧，如果我妈生了另外一个孩子，他属于一个妈宝型的，其实妈宝跟啃老我都觉得有点近似了哈，就是说这个就是守在家里，那对于家长来讲当然是一个好事儿，但是是不是稍微独立性有点差，有点这个啃老的嫌疑呢？对吧？就看你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了。但是我个人来讲，我的自我认知是很清楚的，我确实不是一个妈宝类型的孩子，我不愿意就守在我们家里这一亩三分地。你说人真的是很奇怪哈，就是说。我现在想想，是不是我妈要生一个妈宝类型的孩子，对她来讲，或者对于这个家庭来讲是更好的？但偏偏生了一个我这样的，这个太自我的、太自我意识太强的、太有主见的，
我真是决定不了。我上个视频也说了，我可以决定任何的关系，但我决定不了我父母是谁，我也决定不了我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这是一个给定的东西，对吧？那可能上帝能决定。然后其实还想跟大家分享2件事儿，是曾经让我觉得很失落的哈。一件事儿呢，就是这个，我初中的时候，当时可能是跟我爸去哪个外地去旅游去了。然后呢，我知道，当然我妈没跟我去，我知道我妈就在北京呢，对吧？但是当时旅游在某个景点儿，我就看到一个阿姨的那个背影、穿着就跟我妈一模一样。然后呢，我就跟过去了。但是我知道我妈其实在北京的家里待着呢，她没跟我们出来旅游啊，对吧？但当时呢，我还是出于好奇心吧，我就跟过去了。然后直到那个阿姨自己回了个头，然后呢，我看到哦不是我妈，然后一下就觉得很失落。但是你觉得这个人就是很奇怪吗？我知道理性上他就是一定不可能是我妈的，但是就是因为太像了，我就想去验证一下。然后其实我期待的应该是说她本来就不是我妈，因为我理性上就知道就不可能是我妈，但我还是你知道人就是很奇怪嘛。然后去看了，哎，还真不是我妈，反而失落了。哎，这个是我这个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儿。那另外一件事儿呢，就是跟我这个出国留学有关系。就是当时我记得我这个出国留学的那个第1个学期，其实当时的第1年都是在一个适应的过程。因为你想吧，我当时这个高考的时候报志愿，我连外地都不去，然后一下这个步子跨得这么大哈，一出就是连中国都没待了，就直接出国了。这个，所以当时这个适应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大概有1年左右的时间哈。但当时这个事儿是发生在我这个入学的第1个学期，当时是住在学校的宿舍，当时肯定没有，我妈肯定没有在啊，对吧？但当时某一天早上，就是我一睁眼，我就下意识的，就是叫了一下，我说妈妈，我后的话都没说，我就叫了2声妈，然后我突然意识到，哎呀不对，我现在是在国外，我在美国的这个宿舍里头，我妈不可能在这儿，我还以为我下意识的以为我还在家呢，在北京呢。但当我意识到我不在的时候，哎呦，一下子就特失落，就觉得，哎呀，这个真是哈，出国了，你自己选的路，那你跪着也给我走完的这种状态。但是确实当时很失落，觉得，哎，叫了2声妈，然后呢，一想到，哎，我不在那个有妈的环境，我不在那个北京的家里头，然后就觉得，哎呀，挺失落的，有点伤感。但是马上心态就转变了，就收拾好心情，马上就起床，就该干我的事儿去了。这个终于到了漏网之鱼了哈，然后我就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这个录视频。当然原因有很多了，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是自己心态上的这种不稳定，或者是一种变化、一种起伏。这个世界不太平，然后我们也知道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那对于我这个刚刚失去母亲的人来讲呢，其实我见不得这种由于你说战争也好啊，还是由于疫情也好啊，导致的这种呃母子母女的分别。这个我见不得女人跟小孩不管是什么原因，颠沛流离也好啊，还是说无家可归的这种状态。其实当时看了，因为我不想做一个掩耳盗铃的人，我不想这个，因为我怕我看到以后会难过，就假装这件事情没有发生，我也不去关，我也不去看，我也不去关注，我不是这样类型的人。然后我确实看到了很多的这个事件的发生，所以对我的心情影响很大。然后这个心情很低落，或者说是不稳定。就是说我有的时候也是会笑的，看一些喜剧类的东西，但是当看到这种东西的时候，一下情绪就很低落，而且这个也不怕大家笑话哈。这个之前我也说过，我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很 emotional。我最近这段时间，这个量化一点呢，可能是一周至少有5天都有哭的这个状况，就是看到感动的也哭，看到那个很悲惨的画面，是让我看了以后是很难过的。
就是说，反正看啥都特别容易情绪激动。那我觉得可能还是我修炼的不够吧，因为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哈。你应该做到这个处事不惊，不要说一看到什么就老是这种。但我想可能是因为我这个状态，我刚失去母亲，你说我看那种画面，我能没有同理心吗？我能不被感动，或者是有的时候是有点气愤的、愤恨的哈。所以是很有情绪的。你说我那种状态，我完全没有打算要录视频。然后呢，另外一个次要的原因呢是，当然也是为了缓解我这种老情绪不好的这种状态，想让自己忙起来。然后呢，我去办了一些事情，有跟我妈相关的，有跟我自己的这个人生相关的一些事情，有一些东西是需要我去跑的。你知道，不是说人死了，烧了、埋了，或者像我们这种海撒的，就完全没有事情需要你去操心了。其实还有很多事情是需要我去办的，因为没有人去办了，我是唯一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直系亲属嘛，所以这个很多事情确实是还是需要去办，需要去整理，是花时间的。但是至少好的一点是，这个能帮我分散一点点我的那个情绪出不来的时刻吧。所以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一件事情，只能说靠时间去真的去治愈一些东西，或者去缓解一些东西吧。但是这里面其实我想说的是，无论你在这个地球的哪一个角落，无论你现在经历了是什么事情，然后很多东西你都是不可控的，因为我就是一个平民老百姓，你知道吗？所以我没法站在一个特别高的国家层面或者什么样的层面说哪件事情是怎么样的，我完全就是一个平民老百姓的角度，那些东西是我不希望经历的，所以我看到很多人没有能力、没有选择去改变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是很难过的。但是我确实也是很无力的，我改变不了任何事情，所以我只能说影响我周围的人，我只能这样，但是我觉得这样远远不够哈。反正我就是希望说，这个大家不论是经历什么样的这个人生的过程，还是不要放弃生活的希望吧。我还是希望这个真的这个世界多一点爱，多一点友善、和平，是多么的重要，你知道吗？其实我有一个理论，我现在说出来也没所谓的，就是我觉得我们跟蟑螂都是一个妈生的。就是都是地球母亲的产物。你说为什么我们人类自己反而会有那么多的争执、争论、矛盾、冲突？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呢？所有的生物在这地球上的我们其实都应该是一体的才对，对吗？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矛盾？这个其实让我觉得特别不值当，或者是特别愚蠢的一件事情。我的能力有限，我做不了很多的事情，只能说是祈祷，为无论是我自己还是正在遭受一些不好事情的人，希望他们能好吧。我只能是这么说，对。然后这个我也不希望自己这个一直处在这种特别情绪激动的这个状况下吧，所以这个还是原谅我，真的是不好意思。对，那这个那今天就这样吧，那我们这个下个视频再见吧，拜拜。